雄性被宠幸一次，腹下3指处就会多出一道兽纹，身上的兽纹越多，就代表被宠幸过的次数越多。可眼前这5个风华绝美的顶级兽夫，8块腹肌上却是光秃秃的，只因他们的雌主是一个又黑又胖，还带雀斑的丑雌性，仗着自己是部落真千金的身份，把许配给假千金的5位兽夫都抢了过来。可每个兽夫只要见到他，就恶心的呕吐不止，更别提做那种事了。但一直渴望得到的他，每次都会偷偷溜进兽夫的山洞，结果每次都会被拒绝。张小曼眼睛扫过去，3个兽夫全部躲闪了他的视线，不是看天就是看地，就连平日里比较好亲近的栾婷，此刻都没有对上他的眼睛，在那低头看着身上的兽皮，看来都不愿意。张小曼暗叹了一声，这事晚点再说吧。他敷衍地朝苏阳点点头，将视线收了回来。不经意间看到了兰雅盯着远处的叫花鸡，张小曼眼睛勾了勾，转身往放叫花鸡的地方走去。萧野早已不在原地，张小曼对此没有在意，毕竟眼前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。他吃了2/3的叫花鸡，除去刚刚给苏阳送的那块，现在也只剩下最后一块了。他把整只鸡拿了起来，撕下最后一块鸡肉，往人群中走去。莱雅站的位置离苏阳很近，刚刚张小曼送鸡肉过来时，他闻到了香味，闻起来看着好吃极了。见张小曼拿着鸡肉走了过来，他眼睛往下耷拉耷，算他还有点孝心，知道送点鸡肉给我吃。看在鸡肉的份上，今天就不追究他不摘野果的事情了。张小曼过来时，兰雅脸上带着笑，手都伸了出来。然而张小曼根本就没停下来，转而走到了兰雅后面的栾婷面前，停下来将手里的鸡肉递给了栾婷。吃块鸡肉吧，可好吃了。兰雅看到黄铮铮的鸡肉从眼前飞过，到了别人手里，带着笑的脸瞬间垮了下来，眼里一片阴沉的盯着张小曼。张小曼看到了，也装作没看到，将鸡肉又往栾婷面前递了递。他心里盘算着，栾婷吃了他做的鸡肉，等会儿跟他说守夜的事情也好说些。然而栾婷并没有接，他看着张小曼手里鸡肉，还是给夫人吃吧。张小曼可不想喂一个白眼狼，栾婷的话还没说出来，嘴里就被张小曼塞了一口鸡肉。这下鸡肉到了他嘴里，不吃也不行，栾婷只好把它嚼碎吞了下去，味道真的很好，眼睛不由得一亮。张小曼喂完还特意问了一句，是不是很好吃？这么多人望着，栾婷也不好不说话，漫不经心的点了点头。这下张小曼笑得更开心了。苏暖暖站在一旁，本来也想说点什么的，但看到火堆旁边似乎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吃，瞬间闭上了嘴。这个时候可不能得罪张小曼，不然等会儿就吃不到别的东西了。叫花鸡没了，但火里面还埋了不少的红薯，那本来是张小曼留着做晚饭吃的，现在这么多人过来了，她也不好意思一个都不分，从地上拾起一根木棍，在土里面挖了起来。没多久，一堆的红薯挖了出来。临近的几个雌性看到张小曼挖了一团东西出来，还带着一股香味，眼睛都直了，忍不住问道，小曼，这烤的是什么东西这么香？张小曼把几个烤熟的红薯递了过去，这是我烤的一些红薯，大家喜欢吃的可以拿去尝尝。兽人赶了一上午的路，早就饿得不行，全都感兴趣的围了过去。率先拿到红薯的兽人剥了黑黢黢的皮，看着黄黄的软绵的红薯，一口咬下去，热气中带着甜的味道瞬间在他舌尖上蔓延开来，好吃，真好吃，比野果子都好吃多了。其他人听到这话，围着张小曼走了过来，等待的间隙，周围的雌性发现了张小曼的一些变化。你们有没有注意，曼曼脸上的紫色胎记好像没了？是啊，而且我感觉她皮肤好像也白了一些。不仅仅这样，她还瘦了点儿，她之前胖的连脖子都没有，现在能看得到一些脖子了。红薯分到扶风和墨轩2个人手里，他们略微迟疑了一下，但还是接了过来，埋头将红薯送入嘴里，一股又甜又香的糯味在嘴里爆开，两人眼睛都亮了。怪不得萧野不喜欢张小曼，也要跟他一起吃。这张小曼做菜确实是有一套，虽然丑了点，但有了这个优点，两人瞬间觉得张小曼也没有那么讨厌了。叮，恭喜宿主，墨轩和扶风心动值增长了1个点，现在11点，宿主再接再厉。张小曼忙着分烤红薯，脑中突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，听到墨轩和扶风心动值增加，他眉眼往上挑了挑，看来美食还真的能俘获他们的心，总算不是灵蛋了。吃完晚饭，月亮爬上了坡，一些雌性便带着自己兽夫漫山遍野的找地方，准备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极限运动。对张小曼来说，这就变得有些尴尬起来。她刚开始的时候准备自己随便找个地方睡觉，对付一宿算了，然而刚走几步，她就发现了一条蛇从她前面飞快地窜走了，吓得她瑟瑟发抖。难怪苏阳叮嘱她要找个兽夫，这不找一个厉害的人盯着保命，还真的有些不太行。张小曼舔了舔嘴，看向一旁待着的几个兽夫，没有犹豫，她直接走向了栾婷，毕竟她对她最和善。然而嘴还没张开，就被苏暖暖叫了过去。栾婷，首领要你今晚负责守夜。栾婷闻言点了点头，我这就带人过去。栾婷负责守夜，和他一起过夜是不可能了。萧野因为他光屁股的事正嫌弃着他，墨轩刚经历过爬床事件也不好选，看来只能选他了。张小曼朝着扶风露出一个自认为灿烂的笑容。扶风，
我选你过夜。扶风闻言一阵恶心，他都不知道张小曼为什么会选他，但他无法拒绝。同意加入部落的第一准则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雌性，何况这人还是他的雌主。其实张小曼也感到很忐忑，因为他一直没和他的5个兽夫圆房，是狼群里众人公认的秘密。看到张小曼跟在扶风后面往远处树林走去，不少人好奇打量议论：张小曼这是和扶风要去圆房吗？苏暖暖看着张小曼远去的背影，嘴角勾出一丝冷笑。栾婷是他故意叫走的，苏阳并没有叫他去守夜。扶风可不是一个体贴的兽人，今晚的张小曼不会过得很好的。兽人的议论声并不小，那声音顺着晚风很快就飘到了张小曼的耳里，让抱着兽皮毯的张小曼听到，差点崴了脚。圆房？这原始社会真是一点都不纯粹，而且还看到扶风一张阴沉森冷的脸，看来他是很不乐意啊。决定还是先开口跟扶风说清楚。扶风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做什么，只要你保护我不受野兽侵袭就可以了。谁知扶风冷哼了一声，一模一样的，你以为我会上第2次？张小曼闻言一脸问号，系统突然响了起来。原主之前假装生病，过扶风去床上，希望能借此和扶风圆房。张小曼听到这儿，直接翻了一个大白眼。这原主真是为了爬床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好端端的路都被他堵死了，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他。我这次说的是真的，真的不会对你怎么样。扶风闻言无动于衷。如果我晚上真的对你做了什么，就让雷劈死我。说话间，天空一声巨雷响起，把他此刻的话直接掩埋了。张小曼顿时吓得愣在原地，这真是说句话，老天都不帮忙。这原主到底做了多少件爬床的事啊？那床有那么香吗？值得你爬了一次又一次？他内心是一叹再叹。见扶风不相信他的话，张小曼也没有再说话。走了一段路后，扶风停了下来，眼睛往下点了点，你今天就睡这吧。张小曼闻言，朝扶风所指的地方看了过去，那是一棵双手合十才能抱住的大树，而扶风说的地方就是那棵大树下。睡这，他看到地方后有些一愣，这地方什么东西也没有，除了艾草就是艾草，连半点遮掩都没有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地面又平，又没有石子。他咬了咬唇，找了另外一个由头。草地上有虫子，我睡不着，要不再看看？他瞬间破口大骂了起来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，我今天就睡这里，你要是不想睡，自己找地方，出了事我不管。张小曼一阵无语，她真是冤枉，她真的没有这个想法。然而对方压根就不相信，在树上找了一个地方就眯眼睡了起来。张小曼没办法，只能妥协了。好在她带了一块兽皮被，睡在上面不会很硬。原始社会里的夜里可真无聊，月亮才升到半空中就要睡觉，这么早睡觉，张小曼压根睡不着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约好的。各种此起彼伏的嘿咻声，像是放炮仗一样，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。张小曼听的是一脸尴尬，她捂着耳朵劝自己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好不容易适应了点，突然草丛里传来嘶嘶的声音，吓得他魂飞魄散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一条白色黑环的长蛇正吐着信子，恶狠狠地盯着他。张小曼瞬间吓得脸都白了。兄弟，扶风快下来！这里有蛇！扶风闻言，用爪子掏了掏耳朵，翻了一个身后，金黄色的小爪子枕着头，闻言不为所动。这样的戏码过去张小曼没少做，扶风压根就不想搭理。而树下的张小曼看着那幽黄的眼睛，心里一阵发毛。他声音叫那么大，张小曼确定扶风已经听到了，然而他却没有出手。扶风过不来，他就只能内心大喊：系统，有蛇，快救我！丁，攻略目标在附近，系统不提供帮助。张小曼想死的心都有了，攻略目标在附近，他该不会说的是扶风吧？这破系统是疯了吧？扶风怎么会过来？刚刚怎么叫他都不搭理。那蛇真的很大，张小曼觉得他都赶上了巨蟒了。萧爷也是蛇，怎么看起来比他清秀多了？那蛇似乎是盯上了张小曼，扭着身子就要扑过来。张小曼当下也顾及不了什么，就着树干快速的爬了上去。扶风看到张小曼爬上来，眼睛一冷就要嘲讽，却看到一条黑白相间的蛇也跟在他后面上了树。扶风瞳孔一缩，瞬间从树上扑了下来，对着那蛇猛抓了过去。一龙雀一蛇相互缠斗，那黑白环形蛇不断吐着信子在龙雀身边游走，然而龙雀的爪子却突然变大了许多，周围也散发出一道冷光，冒着白气，看着像是极寒的气体。那蛇的舌头刚触到冷光就动不了了，那是扶风的异能寒冰冻。张小曼原本还惊慌不已，看到扶风没几下就让那条巨蛇动不了了，她一颗心轻松了许多。扶风这时也白光一闪，体型瞬间变大，变成了一个身材高大五官俊美的兽人，红色的羽毛在月光下晃动，看着挺唯美的。他嫌弃地看了倒在地上的黑环蛇一眼，随后迅速拿起一块兽皮巾擦了擦手。真脏。张小曼无语，这扶风感情还是个洁癖兽。
你还抱着树干什么？蛇都死了，下来睡吧。张小曼看着那条巨蛇就那样躺在地面上，眼睛都没有合上，看着就挺瘆人。让他跟这样一条蛇比邻而睡，他汗毛吓得都要掉出来了。那个扶风，你能不能把这个蛇挪个位置？它看着我，我睡不着。扶风闻言眉头一皱，然后从树上扯了一根树枝，把蛇往远处一甩。张小曼赶忙乖巧的道了声谢谢。扶风闻言有些古怪的看了张小曼一眼，这丑八怪居然也会说谢谢，还真是稀奇。不过他也没多想，他今天睡树上也是防着他胡作非为，不然他早就舒舒服服找个好的岩石睡了。经历过一次惊险后，张小曼以为自己会睡不着，谁知道听到部落里热情奔放的嘿咻声后，听着挺有节奏感的，渐渐的也就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时，天已经蒙蒙亮了，树上的扶风早已不见身影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的床，张小曼伸了一个懒腰后，把兽皮被收了起来，随后做了一会热身运动。虽然换了地方，她也要好好晨跑，这样才能更好的减肥。一边慢跑，一边呼吸着新鲜的空气。跑着跑着，她惊喜地发现前面居然有一处深潭，看来可以在这里找水喝。不过里面怎么有一道白色的影子？张小曼停了下来，往近处走去，才刚靠近那道白影，就从水里冲了出来。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扶风，而他此刻身上是光溜溜的，没有穿任何衣服。张小曼也没想到，他居然看了一出美男出浴，而且将对方浑身看个精光，而对方此刻正凶狠地瞪着他。张小曼心想，完了，昨天好不容易洗白，今天又黑了。丁，温馨提示：攻略目标心动值有下降倾向。我去，好强的阳气！这小子不会是个战五茶吧？要是能把他给办了，那我岂不是要上天了？你继续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说完转身就要跑，然而刚一转身，水面就蹦出了一阵巨大的响声，扶风从水面破出，卷起放在一旁的兽皮围在自己的下半身。张小曼还没来得及抬脚，胳膊就被人抓住了。扶风刺骨寒冷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：张小曼，你真是越来越恶心了，居然敢偷看我洗澡！张小曼疯狂摇头：我没有，我只是经过不小心看到的。扶风闻言打量着他的眼睛，似乎是在审视他说的话的真实性。半晌，他冷悠悠道：那你怎么会过来这里？我是来这儿跑步的，没想到看到水里有一个东西钻了出来，一时好奇就停了下来，谁知刚好遇到你。跑步？跑什么步？扶风眉头一扬，有些不太理解他说的话。张小曼舔了舔嘴唇，有些不好意思：我最近在减肥，跑步正好能瘦身。扶风闻言，并没有马上相信他，若有所思地看着他。张小曼见对方沉默了起来，知道扶风信了他一半的话，他现在需要加大扶风对自己说话的可信度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你看我身上还有汗，要不是跑步，怎么会有汗水？扶风闻言扫了他的脖子一眼，确实是之前瘦了不少，不止脖子，就连下巴都清瘦了一点。不过即便是瘦了，也还是一如既往的丑，哪有什么变好看？他抽了抽嘴唇，把手松开。今天我就信你一回，说还有下次。我知道，若是还有下一次，就罚我长胖20斤。扶风闻言，眉眼扬了扬，再长胖20斤，他估计就是一个球了。这话确实是有些歹毒。张小曼见自己手被松开，大吸了几口气，这危机总算是过去了。收拾好自己后，张小曼往部落驻扎地走去。走到半路，张小曼感觉自己身子特别的酸痛，不知道是不是睡了一夜泥地的原因，她扭着头往前面走。几个雌性看到她一脸坏笑：小曼，你看起来好像有点累，是不是不舒服？张小曼撑着腰点了点头，她感觉此刻自己特别的虚弱，别人说什么她压根没怎么仔细听。那些雌性看她撑腰捶背的，又见她无精打采，全都捂着脸在那儿笑。张小曼觉得有些莫名其妙，正纳闷着，苏暖暖就笑盈盈地看向她：小曼，你昨天睡得好吗？其实这话不问也知道答案，主要还是想亲耳听到张小曼说自己睡不好，跟扶风吵架了，最好还是爬床了。扶风再一次嫌弃地把她赶下了床，可张小曼还没开口，一旁的雌性一副过来人的样子，看着苏暖暖偷笑：暖暖，你放心，小曼这次肯定睡得很好。苏暖暖僵硬地笑了一声：是吗？那当然，你看曼曼又捶腰又捶腿的，肯定是昨天累坏了。苏暖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雌性居然会这么说，她忍不住打探了张小曼几眼，莫非她真的和扶风圆房了？不可能，扶风怎么可能看上这么一个丑八怪？张小曼听到这话也是眼皮一跳，这原始社会的人也太开放了吧？圆房这种事也能当着人的面说吗？她刚想摇头否认，余光中看到苏暖暖那气急败坏的眼神，她嘴角勾了勾，没有否认，也没有承认。
昨天吗？是睡得挺累的。那雌性听到张小曼亲口承认，像是听到了什么重磅消息一样，但脸上还是很平。第一次都那样，习惯了就不难受了。苏暖暖对张小曼的话是有些怀疑的，正准备张口询问，兰雅就从远处走过来了。看到张小曼站在一旁，她瞬间破口大骂了起来：“张小曼，你今天又偷懒了，野果都没采一个，今天你别吃早餐了。”张小曼本就对那野果子没什么兴趣，她轻飘飘地扫了兰雅一眼。没关系，不吃就不吃，我自己做早餐吃。兰雅闻言，脸上瞬间变黑了。听到张小曼自己做早餐吃，部落里许多人蠢蠢欲动。昨天吃了张小曼做的叫花鸡，谁不知道她做饭好吃？无论是兽人或者雌性，都想跟过去一起做点什么东西吃。但碍于兰雅的面子，他们没有动。张小曼可不知道部落里的人是这样想的。她和兰雅不欢而散后，就往自己昨天看到的宝藏地跑去。昨天她找香料的时候，发现了不少野生的玉米，还有野生的花生。她掰了一颗玉米放在嘴里，一股甜甜的味道从舌尖萦绕而来，里面带着一丝汁水，果粒还挺嫩的，一点都不老。张小曼瞬间又掰了7、8个，不过想到扶风昨晚救了她，早上又闹了一个误会，她就又多掰了几个，想着等会儿多做一点，早餐倒是送一点给她，刷一波好感。当然，栾婷也不能落下。掰完玉米，她又蹲在地上拔了一颗近处的花生苗，抖落掉上面沾染的黑色的疏松土后，张小曼剥了一个沾着泥的花生，露出白花色的外衣后，她送入了嘴中，味道带了一丝干涩，不是非常的甘甜，看来还要等一等。锅早上有玉米就足够她吃了，除了烤几个玉米外，张小曼还准备做一个玉米粥，随即拿起石刀把玉米剔除到她做的土锅里。正当她忙得正起劲时，系统声音响起了：“叮，恭喜宿主攻略对象期待见面值涨了5个点。”什么？张小曼听到这话，差点削到了她的手。她刚刚没听错吧？有攻略目标期待跟自己见面，这人是疯了还是傻了？不对，她这么丑，居然期待和她见面是为什么？不过比起这个，她更想知道这人是谁。然而她还没来得及问系统，一只拿着鸭蛋的手伸到了她面前，让她吓得一个机灵。看清来人后，她松了一口气。小野，你干什么？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？这6个蛋给你，你自己吃吧。啥？张小曼险些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你说什么？这6个蛋给你，一共6个蛋，我分你3个，但你要为我做煎蛋吃。张小曼听到这话，终于是将那颗跳动的心重新放回了心里。萧野这还是第一次拉下面子跟张小曼这样说话的，天知道为了这一口，他做了多少心理建设。张小曼瞥了一眼，继续手里的活。煎蛋做不了。萧野闻言一僵，你不愿意做给我吃？我没那么小气，是没有蓖麻籽油做不了。张小曼语气平淡，萧野听到这，脸色好了一点。他嘴里说的那个东西，他上次见他弄过，扫了一圈确实没有。他有些遗憾的把手收了回来，就要转身离开。张小曼看着他手往回收，悠悠道：“急什么？煎蛋吃不了，还可以吃点别的。”别的？萧野虽然疑惑，但手却又重新向张小曼展开。张小曼看着对方这识时务的样子，笑了笑，没想到一条蛇也这么爱吃。可以做溏心蛋。萧野不知道溏心蛋是什么，但张小曼既然是能做，他就只管吃就好了。他听后立刻点了点头。那你再去树上弄一个跟我手里一样的锅来，等会儿好煮蛋。萧野虽对他指使的话感到有些奇怪，但也没有拒绝。躲在树林外目睹一切的墨轩却大吃一惊，萧野什么时候这么听张小曼的话了？萧野挑了一个大的黑夹果摘了下来，刚扔到地面，他眼睛一扫，朝着外面叫了一声：“来了就出来，不要躲着。”张小曼听着一脸懵逼，直到看到身高腿长的墨轩从远处走了过来。他怎么也来了？你也是来找我要吃的？墨轩摸了摸鼻子，有种被人拆穿不好意思的神情，但心里的馋虫又勾引着他，让他无法拒绝。张小曼看着对方不否认的样子，哪里不明白他的意思？正好今天早餐做了不少，多一个人倒是没关系，想吃也不是不可以。我正好多做了一些玉米粥，不过你需要答应我一件事。答应一件事，不会是想让我圆房？不可能，为了一顿吃的，绝对不可能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提出什么条件。这人又想歪了，想什么呢？放心，跟你的身体没关系。心里的想法被张小曼这样赤裸裸的揭穿了，墨轩有些许不好意思，但也正经的问了起来：“什么事？”我想盖一座房子，
你帮我弄些木材，搭建一些就行了。有了自己的窝，就不用求这些臭兽夫来守夜了。有了门，有点火，就能庇护自己了。盖房子，这倒是意外。没问题。凭什么萧爷只用几个蛋就行？太便宜他了。弄木材我没有意见，但萧野就送了几个蛋就能有一口吃的，也太不公平了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也可以上交几个蛋。谁叫我比你来的早呢？确实不公平。我答应给萧野做早餐，但只是溏心蛋。如果萧野你想吃点别的，就要和墨尘一样帮我干活。墨轩听到这话，瞬间满意舒服了，眉毛一挑的看向萧野。萧野闻言一僵，但看到张小曼在一个果壳里放入黄澄澄的玉米粒，看着就觉得好吃的样子，他还是妥协了。可以，不过我带来的蛋不能分给墨轩吃。自然，这是你的东西，说好了只有我们2个能吃。你没办法，谁叫我今天带了蛋呢？把这玉米放在火里烤，注意时不时翻面，不然烤焦了就不好吃了。两人没说什么话就接了过来，对着火烤了起来。墨轩刚刚还纳闷萧爷怎么那么听话，这回自己也干起来时，才发现这事做起来很顺其自然。张小曼则忙着不停搅和着锅中的玉米粒，防止它们粘在一块。等玉米粥煮得差不多了，他把蛋放入了另外一锅沸腾的水里，内心傻瓜似的数了360秒后，他用果壳将蛋全部捞了出来，加入冷水浸泡间，他又找了3个适中的野果壳，去掉果肉用来做碗。碗做好后，他把鸡蛋壳剥了，然后加入了他早已找好的一些调料和盐，搅拌后递给了墨轩。没有酱油，味道终究是差了点儿，但也比野果子强。萧野看到那黄澄澄可以流出汁的蛋，眼睛都直了。没想到蛋还可以这么做。自觉地扯了2根树枝做筷子后，他夹了一半的蛋送入嘴里，味道真好吃，又滑又嫩，这可让在一旁看着的墨轩眼珠子都瞪了出来。但萧野压根没有意思分他一点，自顾自地把蛋吃了一个。张小曼看着墨轩，眼巴巴地看着萧野吃溏心蛋，本来想分他一个，但又想到几个嫌弃他口水的样子，他歇了这个心思。好在玉米粥焖得差不多了，张小曼舀了一碗给了他，他舔了一口，味道甜甜的，又香又糯，满足地喝了下去。萧野得了一碗，也很开心地喝了起来。帮张小曼盖个房子，能吃到这么好吃的早餐很值。然而这一边小树林一片寂静，部落里苏暖暖却忙得如火如荼。他一个人偷偷地找到张小曼的兽皮被，将媚青果的汁液倒在上面。你可逃不掉了，张小曼。雄性被宠幸一次，腹下3指处就会多出一道兽纹，身上的兽纹越多，就代表被宠幸过的次数越多。可眼前这5个风华绝美的顶级兽夫，8块腹肌上却是光秃秃的，只因他们的雌主是一个又黑又胖，还带雀斑的丑雌性，仗着自己是部落真千金的身份，把许配给假千金的5位兽夫都抢了过来。可每个兽夫只要见到他，就恶心的呕吐不止，更别提做那种事了。这也惹得假千金嫉妒不已，此时更是偷偷找到张小曼的兽皮被，将媚青果的汁液倒在上面，想着让他抢取来的兽夫更加讨厌他。很快就来到了张小曼下午休息的时间，谁知他刚盖上被子，头就昏昏沉沉的。还有一道人影过来了，他摇了摇头，冲着人抱了过去。栾婷是过来问张小曼要不要帮忙的，打猎回来，听说他在建房子。身为兽夫，雌性盖房子，一般情况下他都要搭把手的。谁知人刚走进来，张小曼就扑了过来，怀里的人比之前要瘦了不少，但依旧还是很重，他身子还有些发烫。栾婷感受到一阵火热后，瞬间皱起了眉毛。这张小曼该不会感冒发烧了吧？正想开口询问，怀里的人就开始不老实起来。张小曼的神智完全是模糊的，她只觉得眼前这个东西好吸引她，而且这肉摸起来凉凉的，好舒服。她不由得又摸了几把，只是摸着摸着，她感觉到一丝不对劲，怎么会这么有弹性？而且一块接着一块的，好像整整齐齐的豆腐。栾婷关心的脸瞬间变得阴沉起来，她甩手就要离开，但低头那一刻，她发现张小曼的眼睛有点不正常，脸上好像也出现了一丝潮红，最终确定张小曼不是发烧了，像是服用了什么东西，让她变成现在这样。这东西她并不陌生，前不久张小曼对扶风就使用过。他居然又动用了媚青果，而且
他怎么会知道自己会来这里？之前他的媚情果都是用在别人身上，难道他等的本就是别人？栾婷还在百思不解时，张小曼已经热得开始解上衣，眼看快要松到一半了。栾婷用狼尾卷起了张小曼睡觉的一张兽皮被，鼻尖就闻到一股浓郁的气味，头也开始晕了起来。栾婷迅速把兽皮被子往远处一扔，随后拿起一旁的水扑在了自己脸上，迷失的心智瞬间清醒了起来。她皱起了眉，被子被人动了手脚，媚情果湿，难怪他这么奇怪，是谁干的？栾婷这边思考着要怎么给张小曼解毒，这边张小曼的手已经伸到后背去了，把绳子拉开就要往空中一扔。栾婷刚开始还没有注意，直到她感觉自己前面有什么软软的东西，还有热温，她回头看了一眼，这一看，她耳朵迅速红了，然后转过身去。这还是她第一次看到雌性的身体，她瞬间有些慌乱地把张小曼推开，随后拿起一条兽裙盖在她的身前，好不容易变得清凉一点，身子又被别的东西盖着，张小曼又开始挣脱了起来。栾婷见状顾不得太多，拿起水又是往她脸上一泼，有了水的滋润，张小曼的燥热减缓了不少，意识也安静了下来。栾婷扶着张小曼准备往床榻上走去，却发现自己有些扶不动，只能拽着她往前面走。做好这些后，她走出了房子。媚情果的威力虽然很大，但也并不是无药可救。栾婷记得那些兽夫曾经说过，媚情果旁边的离果可以解这个毒，两样东西通常都是相伴生长的。她记得早上去打猎的时候，往东走有一片林子，就有不少媚情果。想到这儿，他直接变身为灰狼，没一会儿就到达目的地。采摘了一个后，他叼在嘴里，快速跑回张小曼的屋子。一点冷水根本就驱散不了张小曼身上的燥热，她热得全身滚烫，在地面一边打滚，一边将身上的衣服往下扯，却发现这小小的布料怎么扯都扯不开，好像打了死结一样。她只能将裙子往上掀开。栾婷拿着离果进去时，就看到不堪入目的一幕。栾婷快速扫了一眼，便收回了视线，把手里的离果捏开一个口子，手扶起张小曼的后脑勺，对着她喂了过去。清凉的东西送到了张小曼的嘴里，她瞬间觉得舒服起来，于是便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。而栾婷喂完东西后就直接离开了。第二天，张小曼再次醒来时，低头就能看到自己的穿搭，她有些崩溃，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感觉好像被人调戏了一样？不至于有人口味会这么重吧？温馨提示，宿主不用担心，这是栾婷做的，这说明你对她的攻略有帮助的。什么？是栾婷？那我岂不是……张小曼闻言更加崩溃了，询问系统后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苏暖暖在她的兽皮裙倒入了媚情果汁，幸好过来的是栾婷，又很辨是非的救了她，替她解了毒，不然要是到晚上她随便叫一个兽夫过来，她都再次面临爬床失败的笑话。这苏暖暖，我不会放过你。睡了一觉醒来，已经到了大下午，张小曼肚子瞬间有些饿，她拿着从深潭搞回来的鱼准备做点吃的，就看到两道人影拿着蛋在她做早饭的地方徘徊。张小曼摇摇头，果然早上宵野的蛋带来了反面效果，她没理会两人，拿着鱼自顾自的生火烤了起来。宵野轻咳着，这是我刚找到的鹅蛋。墨轩看着宵野的动作也有样学样，还有我找的野家蛋。早上吃过了，晚上不吃蛋。张小曼扫了一眼没有收，宵野拿蛋的手有些一僵，墨轩也收回了蛋，两人相视一眼，最后异口同声的开口道：只要你给我饭吃，我可以帮你干别的活。张小曼闻言有些眼神微动，这正是她需要的，有些她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做刚刚好。行，那你们自己去弄2条鱼来，晚上我们吃鱼。闻言，两人瞬间消失了。没多久，两人就提着鱼拿到了张小曼眼前。张小曼指挥着他们收拾好内脏后，把她特调的料汁涂抹了上去，然后用棍子插好放到一边。做好这些后，她趁机看向萧野和墨轩两人：你们觉得我做的菜怎么样？好吃。既然喜欢，那要不要搭伙一起吃？以后我做饭，你们一起吃。要，求之不得。不过搭伙的话，你们要帮我找一些东西。闻言，两人露出不解的眼神。张小曼对他们低语了几句，两人齐齐点头。吃完饭后，张小曼回到了部落，就看到苏暖暖时不时往她屋子里打量。张小曼嘴角一笑，就等着鱼儿上钩了。看她不来个大炖白鲢鱼，自己假装没看见苏暖暖一样，回到了屋子。今天过后，张小曼就会成为泥坑里的臭老鼠，遭人嫌弃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把栾婷引到张小曼屋子里。若不是墨轩找不到，找他去张小曼的屋子是最合适的。毕竟同样的事情在一个人身上出现2次，张小曼名声就彻底臭了。和栾婷传出丑闻也不错。想到这，苏暖暖加快了脚步。栾婷打完猎回来，就听见苏暖暖叫住了她：栾婷，刚刚小曼来找你了。
好像有事。栾婷闻言有些意外，但还是往张小曼那里走去。苏暖暖看到栾婷转身而去的背影，嘴角的笑意更深了。她等栾婷走了一段距离后，也跟了上去。屋内，苏暖暖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已经等了很久了，不知道会是谁过来，栾婷还是其他人。终于，张小曼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，她立刻起身将人拽了进来。栾婷看着她一脸着急的样子，刚想说什么，却看到张小曼看着她比了一个嘘。栾婷见状皱着眉没有说话，张小曼这时却突然把手放到了她身上，配合我一下，找白天的凶手。我有些不舒服，栾婷，你帮帮我吧。苏暖暖躲在张小曼的窗户角，她得意地扬了扬眉，缩着身子轻声离开了现场。就这，栾婷背对着窗户，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，但狼人天生灵敏的耳朵让他听到了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应该就是张小曼说的那个凶手。他有些意外地看了张小曼一眼，他好像变得聪明了一些。张小曼见他看过来，那个，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演戏。等会儿你配合我就好。栾婷闻言没有说话，静静地扫视着张小曼的屋子。夜里漆黑，周围又是一阵嘿咻声，让两人这独处的空间顿时变得暧昧起来。张小曼只能拼命祈祷苏暖暖可以来得更快一点。这边苏暖暖见自己计划成功后，立刻跑回部落叫人来看好戏。张小曼就等着出丑吧。明天早上吃什么？有人来了，好像不止一个。当然。他巴不得人多看热闹，这样才能显得他有多可怜。他往栾婷靠近了一下，伸出手拿着藤蔓在他身上比划着，距离靠得很近。栾婷有些不习惯，但知道张小曼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他又忍了下去，只是有些看不明白张小曼拿根藤蔓干什么。张小曼一边丈量着栾婷的身子，内心感叹：真是好身材，1比18的黄金比例。栾婷，你就让我过来点嘛！你不这样我怎么……你干什么啊？张小曼闻言一脸茫然，怎么了？见他知错还不改，你还装傻？是不是又用媚情果爬床了？媚情果？婶子，你在说什么？还在狡辩？暖暖亲耳看到的，说你缠着栾婷。姐姐，你怎么说我爬床了？我明明是在给栾婷量身高做衣服。闻言，除了张小曼，在场的人都惊讶了起来。做衣服就做衣服，说什么过来不过来？张小曼有些委屈。我个子矮嘛，当然要这样说才能让她过来啊。婶子怎么知道我说了这话？难不成你们在听我墙角？一个岁数大的人被一个年轻的雌性指着说听墙角，那张脸上尴尬极了。他回头瞪了苏暖暖一眼。暖暖，你怎么回事？事情都没搞清楚，就这样说小曼。苏暖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张小曼一点事都没有，正想装作可怜模样混过去。我也是担心小曼。张小曼这边率先哭了起来。姐姐，你怎么能冤枉我，还带这么多人来听我墙角？你是不是讨厌我？不对，你一向对我挺好的，那是因为栾婷吗？你喜欢栾婷才这么做的。苏暖暖没想到自己非但没看成张小曼的笑话，反而被她惹了一身骚，她脸上闪过一抹尴尬。小曼，你怎么会这么说？这次是我太担心你了，怕你走了歧途，所以才误会了你。真的是误会吗？我还以为姐姐一直盯着栾婷，所以才知道栾婷到了我屋子。这话一出，刚刚听信苏暖暖的人都有些怀疑地看向她。可不是，张小曼虽然是喜欢用媚情果，但至少也是夫妻之间的事。苏暖暖为什么这么伤心？我是听到了栾婷的声音说不要，所以我才……所以姐姐听了一点点声音，就觉得我在做坏事吗？原来在姐姐心里，我就是个喜欢做坏事的人。这时，所有人都朝这位看着善解人意的苏暖暖看去，连栾婷也不例外。栾婷一开始就觉得苏暖暖跟她说的话有些奇怪，现在被张小曼这么一说，更觉得可疑起来。她为什么要把自己引过来，又口口声声地说张小曼用了媚情果，还叫来了部落里的人？很显然，她是知道这一切的。这么多人的注视下，苏暖暖无从辩解，最终只能跟张小曼道了歉。小曼，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，姐姐向你道歉。真痛快！只是可惜了，今天没有证据证明这媚情果是苏暖暖干的，不然就将这白莲花的皮给撕碎了。苏暖暖弯了腰，等了好一会，张小曼那边都没有说话，她只能又重复了一句：小曼，
姐姐道歉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只要姐姐下次别什么事都说妹妹做的，妹妹就没什么关系。苏暖暖内心气得要死，脸上也只能僵硬地笑了笑。一场热闹就这样在苏暖暖的道歉声中散了。张小曼心情很好的睡了一觉，第二天神清气爽的醒来，绕开深潭跑了几圈，扶风拖着尾巴在空中翱翔。这么胖，飞到天上都能看到他的肉。不过还真在跑步减肥。对此张小曼一无所知，她跑完步后就往她的宝藏地赶去。萧野和墨轩两个早早的就等在了那儿。这次两人再也没带任何的蛋，张小曼倒是捡了几个野鸽子蛋，切碎了一下香菇放在上面蒸了。香菇蛋递给了他们两个，两人顿时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。张小曼人虽然丑了点儿，但这厨艺是真的好，光是几个蛋就能做出好几个花样来，什么煎蛋、溏心蛋和现在这个蒸蛋。要是有油，就能做出更多的美食。好在有这两个劳动力。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弄一头野猪来，体型不要太大，就我们3个吃，最好肥一点，能方便我们乐游。两人闻言二话没问，点了点头。早上不好做别的吃的，等你们把野猪弄回来，我给你们能做到青菜炒肉吃。好，2个吃货。我也快不行了，没有合适的石头，也没有合适的木头。对了，可以用泥土做陶锅。张小曼忧心着她的锅，却不知道一场针对她的新的阴谋又开始了。就在她打算把厨房设备更完善一点时，萧野和墨轩这时拖着一头野猪回来了，刚好够他们3个人吃，肚子上的肉也肥，应该有不少脂肪。整个猪肉是被他们2个剖开了的。张小曼扫了一眼，有些疑惑道：“这猪你们是怎么杀的？没有刀的情况下，居然还能撕裂的那么齐整。”我用异能弄的。真是太完美了，墨轩干得好！既然你爪子这么厉害，那这里也辛苦你一下，把它扒下来。要这干嘛？油死了又不好吃。你做饭还是我做饭？听我的，这些是宝贝。墨轩只能照做。萧野看到墨轩吃瘪的表情，一脸的笑容。然而下一刻就被张小曼吩咐：“萧野，内脏你处理一下，你是蛇更了解。”萧野的脸瞬间变得跟吃屎一样。大兄弟，没想到吧？咱俩都一样。两人拖着野猪去了深潭，张小曼也没闲着。原本她打算是准备炒肉吃，但现在不太行了，只能临时改变主意。她找了一块薄石板，在深潭里洗干净后放到灶台上，转身又回到了宝藏地去，找了一些调料。忙完这些，墨轩和萧野回来了。张小曼用石刀切了一部分白色的板油下来，将石板抹匀涂油，待石板油润后，又用石刀分解了一块五花肉，切成块状，放在石板烤了起来。等滋滋冒出油后，撒上她特制的调料，香喷喷的烤肉就做好了。萧野和墨轩闻到香味早已按捺不住了，看到张小曼用叶子包给他们吃，立刻塞入了嘴里，这味道真是好吃极了。吃了一块，立马又抢着吃第2块。张小曼见他们2人吃得开心，试试这个，一口蒜一口肉更爽。墨轩闻着味道有些嫌弃，萧野接过来，二话不说按照张小曼所说的就着蒜吃了起来。再给我几颗。墨轩见萧野要了大蒜，当下也顾不上味道大不大，也咬了一口吃了起来。两人就这样一口蒜一口肉，吃完两人互相哈了一口气，都嫌弃的不行不行的。让你们吃。两人想要说张小曼，但想到那肉实在好吃，忍着各自散开了。张小曼笑了一会，就下来熬猪油了。弄完这些，快要到中午了，她把油藏好，正想回屋子睡一觉，谁知刚走到村口，就遇到了兰雅和部落中的一堆人，连她几个兽夫都在。张小曼，这部落的饭以后就给你做。我不做。你凭什么不做？别的雌性都做饭。张小曼，你懒也要有个度，这可是阿父说的。再说部落里人都你做饭好吃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我没时间。干什么没时间？减肥啊，哥哥！难道你不想看到妹妹变得更好吗？做饭才多长时间，能占用你多久？而且部落里的雌性都可以来帮忙的。对，我们一定帮忙。给自己做饭是享受，给上百个人做饭，免费保姆，费力不讨好，我才不敢。哼。那不行，你看我这肉这么多，运动时间少肯定不行，这肉肯定减不下来。再说哥，我也是成家了的人，这成家了总得先过自己的小日子吧。
萧野站在一旁，听得也是直皱眉毛，余光扫过去，张小曼在疯狂给他使眼色，让他不要说话。他去部落做饭，我就没得吃了。算了，不说了。墨轩闻言，脸色也有些微变，他特意扫了萧野一眼，见他默认，他也识相的没有开口。误会就误会吧，有吃的就行。至于扶风，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闭着眼睛在一旁睡觉，而栾婷更不会说什么了。即便是这样，你又没和你的几个兽夫睡在一起，又不影响。叫张小曼做饭是阿父亲口提的，现在被张小曼拒绝了，他面色不太好看。谁说呢？我跟萧野好着呢。众兽人顿时震惊不已。苏兆轻哼一句，除非你们今晚睡一起。此话一出，在场的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色彩纷呈。要知道，萧野是出了名的性子野，要他和张小曼睡一起，可比登天还难。张小曼闻言，内心也是一惊，她没想到苏兆这个猪头居然这么说，感觉自己现在搞得有些骑虎难下。萧野听到张小曼这么一说，脸上既有点嫌弃，又有点尴尬，还有点纠结。这张小曼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一时之间，他沉默了起来。苏暖暖听到苏兆说出这句话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张小曼今天肯定出大丑了。墨轩原本在一旁看着热闹，没想到这锅这么快就落在了萧野身上，他连忙往后退了退，怕张小曼注意到他。他有些同情地看向萧野，兄弟，你可怎么办呀？栾婷闻言也是有些惊讶，这么多天他能明显感觉到张小曼有变好，怎么现在又眸子里闪现出一丝失望？扶风自然是看热闹的，这眼神里有厌恶，也有幸灾乐祸。然而这边张小曼已经头疼不已，萧野若是不答应，他就惨了。想到这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对萧野使眼色。事实了，连日来的相处，萧野最近对张小曼也没有那么讨厌了，虽然还是对她肥胖的身体有些无法接受，但看在那美味的饭菜上，还算勉强看得顺眼。不过张小曼那什么眼神，挑着眉在看着他抛媚眼，眼睛鼻子堆在一起，反而让他有些恶心。他移开了眼，想要忽略他，突然发现他手做了一个掏鸡蛋的手势，是在暗示他如果不答应就没饭给他吃。萧野没想到自己也有一天会受到张小曼的威胁，他有些犹豫。下一秒，张小曼又指了指自己的兽皮裙，这个他不陌生，他是在说先装再说，因为上次他光屁股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这样的。想到这，他保持了沉默。哥哥，你这样让小曼怎么说？既然小曼不愿意，那还是算了吧。有了苏暖暖的对比，苏兆更加觉得张小曼需要好好管管。不行，必须管管他。既然不是，那就回来做饭，别偷懒了。人群中一些雌性已经开始笑了起来。张小曼瞪了苏兆一眼，谁说不行？我们今天晚上就会睡一起。萧野，你说是吧？苏暖暖内心轻嗤一声，等着萧野出来打脸，谁知他一句话都没说。一旁爱慕萧野的雌性见状大笑了起来。小曼，你看看萧野都没出声，你何必自取其辱呢？不说话就是不同意啊？那也有可能是不好意思。萧野不说话，张小曼当他是默认了，不然以他的性子早就走了，估计还是落不下面子。那雌性被说的脸色瞬间变红，还是有些不太相信的看向萧野。萧野只想这件事早点结束，轻声嗯了一句，便转身离开。走了几步后，发现张小曼还在原地，看了他一眼。我跟过来吗？此话一出，现场直接安静了下来，众兽人脸上都一副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萧野。他们没听错吧？萧野居然主动等张小曼，还让他跟上来。张小曼听到这话，险些也咳嗽了出来。不过是要他配合点表演，倒也不必如此出色。不过他还是快速的跟了过去。等走出了部落，刚刚多谢你了，萧野。不用，我只是不想以后没饭吃，各取所需罢了。对方语气依旧有些冰冷。虽然萧野并没有反驳他的话，但这也并不代表着他同意今天和他睡的这个请求。部落里的人都等着看他和萧野睡在一起，所以今晚他必须说服萧野和他待在一起。想到这儿，张小曼停了下来。萧野，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和你睡一起？你放心，我保证不对你做任何事。闻言，萧野停了下来，瞥了张小曼一眼。不是说要装给他们看吗？不过来他们怎么知道？啊，你这意思是同意了？你这么仗义，给你做零食吃。走在前排的萧野原本并没有什么反应，听到有零食，他停了下来。零食是什么？保密，你明天就知道了。张小曼可不能直接告诉他，不然等会儿还怎么要对方多担待自己。张小曼跟在萧野身后走了一段距离，到了一个悬崖。不会吧，爬上去？他被萧野拉着飞到了峭壁上面，把他放了下来。难怪部落里的人死活找不到山洞，这么高的位置，连爬上来都是一个问题。这个洞穴挺大的，就是有些潮湿。他扫了一眼，里面只有一张兽皮铺的床，舔了舔嘴问道：晚上我睡哪儿？
只要你不作妖，哪儿都可以。这地方不会有蝙蝠吧？就这环境，他哪敢作妖？夜里不被吓死都是好的。放心，我绝对老老实实的，不觊觎你半分。这话听着挺顺耳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萧野心里略带了一丝古怪。以前不是讨好就是谄媚的献殷勤吗？这山洞确实是遮风避雨的，但架不住他阴冷，他得趁着天黑多弄些柴火来。我出去一趟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附近很多蛇。可是我真的急需柴火，我想弄一点柴火。你这太冷了，夜里睡觉没火我会冷死。又怎么了？你不是说这里有蛇吗？你能不能陪我去一下？出去左转，右边有棵树，你捡那里的木棍，不会有蛇。为什么？这个山洞附近都是我的地盘，别的蛇不敢靠近。行吧，你厉害。什么东西？这里是不是经常有羊过来啊？你还想要羊族的人跟你当受夫不成？我可没有这个想法。若是有羊的话，那就可以找到盐。我没盐了。见过，但具体在哪儿不知道。看样子要找时间好好找找张小曼到底是没敢睡萧野的床，她心里明白得很，她嫌弃着他，她很识相的找了另外一个树枝上面睡了上去，上面也垫了兽皮，应该是萧野平时坐的地方，就着火不算很冷。张小曼这一觉睡得也算安稳。他会不会半夜爬过来？第二天醒来后，张小曼就被萧野带下了峭壁。部落里的人本还想看热闹，一看到张小曼被萧野从峭壁上下来，就没什么话说。那地方一看就是萧野住的地方，他们就算想去上面盘查也上不了，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张小曼照例跑了几圈后，到了自己的宝藏地。早餐她早已经做好了花生粥，还有几个烤红薯。早餐准备好后，张小曼拿出了晒好的玉米。她给萧野做的零食是爆米花，没有糖，她就找了一些野蜂蜜。黄色的爆米花遇上黄色的蜂蜜后，香甜又酥脆，好闻极了。萧野在一旁早已按捺不住，他忙拿了一个放入嘴中，瞬间一股又香又甜的味道从嘴边蔓延开来，这味道当真好极了。怎么样，和我睡一觉不亏吧？早知道陪张小曼待一宿，就能有这么可口的东西。我昨天就应该开口把这个事儿揽过来。扶风天亮了，就想找萧野讥讽一顿，谁知却看到萧野拿着一堆黄澄澄的东西在吃，那香味让他直接香迷糊了。他到嘴的话只能停住。这是什么？萧野瞥了他一眼，没有回答，转而开口道：“你过来干什么？”我是来通知你的，你的死敌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南图回来了？那有好戏看了。南图是谁？